嘿，各位好，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Enzo。那我们呢，终于拿到了 Pixel 9 Pro 的 XL 的版本。然后主要呢，我会来详细的解说它的摄影功能到底要怎么去做选择，因为里面很多功能呢，可能有些有变，有些没有变。那这都是拿到实际之后，实际测试才会发现说，原来这个情况下可以用 HDR， 原来这个情况下不行之类的。这部影片都会有超详细的解说哦。然后影片的后半段呢，也会有这只手机跟其他手机的对比，就是稍微对比一下说它的整体表现到底怎么样。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影片强化器真的很厉害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详细体验一下这个 8K 的表现到底好不好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那我们现在聊一下它的外观还有硬体配置哦。那这只手机的萤幕呢再度升级哦，它的峰值亮度来到了3000。那其实这一点呢，我觉得已经很够用了。那越来越升级呢，一定是目前的趋势啦。所以 Google 跟上这个趋势呢，我觉得是很棒的地方哦。那有个超级大重点哦，就是 Pixel 9 Pro 的指纹呢改成超音波，这个速度呢比之前真的快太多了。应该说终于改了。那这个体验呢是非常好，你可以轻轻快速摸一下就马上解锁，但上一代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的，要压着才可以解锁，所以这一点在使用体验上呢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这只手机的相机硬体表现到底怎么样。首先呢，主镜头跟望远镜头呢跟上一代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主镜头是5000万画素，然后望远镜头呢是4800万画素。那规格我直接打在这边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。然后呢，这次有变化呢是超广角哦。超广角呢，其实让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，因为它比上一代还要不广了大概一点点。上一代的视角呢有接近11mm，那这一代的话呢，目前看起来大概是12mm 左右。那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很够广？其实真的都很够了。当然，以我立场来说，当然是越广越好。但这两只手机的广角呢，就差了1mm 左右。那我自己会觉得，就算差1mm 左右，都还是比其他手机更广，所以这个超广角呢，以目前来说还是很顶的。那超广角感光元件呢，应该是换成 GM5，就是那个4800万画素的。然后超广角这次呢，其实有一个更新，就是说它的光圈变大了，变成了 f1.7。那这光圈变大当然是好事，我们在夜间的时候呢，可以得到更多的进光量哦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说它的前镜头，它前镜头呢这次换成4200万画素。那换成4200万画素，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重要，因为我发现自拍的时候呢，你是不可以开启它的高画素的，所以你自拍完之后呢，还是1000万画素，所以我就不知道说它换上这个4200万画素的意义何在，因为其实如果你都直出1000万画素的话，那你就用个10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就好了，因为单位面积其实可能也都差不多嘛，所以我就有点不太理解这件事情。那可能是下一代才会有所谓的4200万画素的高画质自拍吧，这是我个人的猜想啦。那前镜头最大的进化点呢，在于说它变得更广了，它变成17mm，所以我们自拍的时候呢，可以容纳下更多的人物哦。那以目前非常多的顶尖手机来说的话，它的自拍镜头算是目前最广的，这一点呢我真的很喜欢。总的来说，它是3镜头全部都5000万画素，前镜头也有高画素的感光元件。整体来说呢，它的硬体配置是比 iPhone 还要好上不少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相机到底要怎么去做调整，什么时候 HDR， 什么时候用影片强化器之类的，我们都来详细解说吧。那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相机的界面还有相机的设定。那左下角这个按钮按进去之后呢，在一般的部分呢，有蛮多可以去做选择的。然后微距对焦的话呢，我这边建议各位呢是关掉比较好，因为你开的话呢，它会有机会直接帮你切成超广角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画质就会变差。那这一点呢，我个人呢很不喜欢哦，所以这个微距对焦呢，我会把它关掉。然后在专业的部分呢，我们有个解析度可以做选择 ，Pro 系的话呢，就可以选到5000万画素咯。然后下面这个 RAW 的话，就看你要不要拍摄 RAW 档。然后最下面这个是镜头选取模式，那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像是 iPhone 的话，它就没有镜头选取模式，所以有时候就算对焦距离足够的时候呢，它还是不让你用5倍镜头嘛。那如果是 Pixel 9 Pro 的话呢，你这边可以选择这个选取模式，按下去的话呢，它就可以100%确定你现在用的是哪一颗镜头咯。UW 呢就是 Ultra Wide， 就是超广角嘛。W 就是 Wide， 就是广角。T 的话呢就是 Tele， 就是望远镜头。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确保你现在用的镜头是哪一颗。那夜视模式的部分呢，跟上一代其实差不多。主要呢就是说，这个天文摄影模式之前这边是不是也是一个自动？但是这一代呢是可以做调整的哦。右下角这个夜间模式可以点下去，你可以强制开启天文摄影模式。然后它就会帮你设定5秒快门，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用手机拍星空的玩家的话，那这一代呢强制开启天文摄影模式，我觉得是比之前方便的，因为之前一定要等它自动开启，那现在呢就是强制开启，那这一点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重要，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很棒的更新。那肖像模式的话呢，非常的可惜。
还是不支援望远镜头拍肖像。那这个理由在哪里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用望远镜头拍肖像不是很棒的事情吗？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一起拍的模式哦。那一起拍的话呢，在上一部影片有做测试过了，基本上呢就是拍摄一个人之后呢，你的拍摄者可以进去，让下一个人用你的构图再拍摄一张，就可以把你合成成一张很好看的旅游照片咯。如果你是团体出游，你又像我一样是摄影师的话，那这个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，让你朋友可以确保你入镜，又可以确保你是选择最好的构图，再去做拍摄合成这样。然后长时间曝光跟动作摇射，这就是之前的功能嘛。然后这进去的话呢，都没有做更新，所以这两个模式呢还是不能拍摄5000万画素。但是毕竟这两个模式本来就是要做运算，所以我觉得不能开5000万画素也算是合理范围。然后这次比较特别的呢，就是说它的全景模式变成说全景模式也有夜间模式，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它会亮起这个月亮，那它在全景模式下也可以用夜间模式去做拍摄，可以拍摄出非常优秀的全景照片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录影。那录影左下角的界面打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有这么多可以做选择。这次呢可以点到 8K， 但点到 8K 的瞬间呢，一定会开启影片强化器，因为 Pixel 9 Pro 的 8K 呢是透过它的 AI 去增幅到 8K 的，不是原生就直出 8K 给你这样。然后有一个点大家在意的就是说 HDR 的部分，那 4K 30P 的话呢是可以开启，但是60P 的话呢还是不能开启10倍的 HDR。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点讶异，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不困难哦，它只是改一下它的色彩空间，然后写入的时候写入10倍而已，所以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能开。但话不要说的太早哦，如果我们用影片强化器的话呢，4K 60P 就可以开启 HDR， 所以 Google 比较想要强调就是这次所谓的影片强化器，因为它的成果呢是超乎想象的好的。下面呢就是防守阵的标准，我建议选择标准就好了。然后在右下角的调整栏位呢，这次影片呢还是不能全面的 M 模式，那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小可惜，但其实我也不会常用到就是影片的 M 模式啦。然后右边呢这边有一个夜视模式，就是夜视影片的部分哦。那夜视影片的话呢，只能用1倍、2倍还有5倍，超广角的话呢是不能做使用的。夜视模式的话呢，它就是一定会经过它的影片强化器去做等待，所以这边呢也可以开启 8K 30P 哦。慢动作的部分的话呢，可以选择1/4或1/8，但是画质上的话呢，还是维持在 Full HD。这一点的话呢，没有跟上其他家的 4K 120P， 有一点小小的可惜。然后缩时摄影的方面呢，这边可以使用夜视模式的缩时摄影，还可以使用4K 的高画质哦。速度方面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5倍、10倍、30倍或120倍。重点就是说它有夜视模式。那我觉得之后有机会可以测试看看。然后在模糊的部分呢，还是维持在 Full HD， 就是这个可以把人拍糊的模式。那所谓的运镜模式呢，就是说它拍完的时候呢，会自己帮你放慢2倍等于就是说你用60P 拍，然后它帮你放慢到30P 这个样子。那我有点不太确定为什么要独立一个运镜模式出来哦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应该会自己放慢啦。那我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到，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说。那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哦，在相片的部分呢，右下角这个点进去，会有非常多的专业选项。那我觉得以现在的科技呢，通常我们是用不太到这个手动模式啦，除非你特别要拍什么瀑布、拍什么长瀑，用什么 ND 之类的，可能才会用到这个就是专业的控制项。那看完以上介绍，大家都知道怎么用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呢，来跟 Pixel 8 Pro 还有一些其他手机比较一些我个人觉得目前最重要的地方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3颗镜头的白天表现，跟前一代 Pixel 8 Pro 比较起来，白天的时候呢，其实3颗镜头的差异，真的都不是到太大。但是 Pixel 9 Pro 蛮容易出现说白平衡比较暖一点的现象，这个没有好坏，就是风格有点差异这样子。那在30倍的大幅度望远呢 ，Pixel 9比 Pixel 8还要好蛮多的，整体来说有更清晰的感觉哦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拍摄很远的艺人之类的话，那 Pixel 9 Pro 的表现绝对是胜过于 Pixel 8 Pro 的哦。夜晚呢，反倒是这次的胜负之地哦。一样的镜头，但是算法差异呢，让 Pixel 9 Pro 的细节明显的提升哦。这是很昏暗的环境哦，但 Pixel 9 Pro 的夜间模式呢，只使用了4秒，但是8用了6秒，但是 Pixel 9 Pro 的表现呢，明显的更好。那5倍镜头的差异呢更大，一样的环境，一样手持，9 Pro 直出的画质呢就是超级明显优于8 Pro， 代表演算法配上新的核心，夜晚有明显的进化。而且在更高倍的望远10倍的时候呢，差异也是蛮明显的。超广角的话呢，让我蛮意外的，两只手机的表现却差不多。虽然说它的光圈变大成1.7，但是实际表现呢算是持平。
这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点哦，就是说全景有了所谓的夜间模式，会像这个样子一张一张的拍，然后它亮一个月亮呢，就代表现在是夜间模式的全景哦。晚上拍全景的话呢，目前各家手机没有一只手机有这个功能，目前只有 Pixel 9 Pro 有这个夜间的全景功能哦。其他手机呢都这样子慢慢拍过去，但是因为你要这样子移动的拍摄，所以快门速度就会快，所以导致说他们的拍摄画质呢绝对是不好的，绝对是很暗的，因为你的曝光度都拉不起来嘛。所以我觉得日后或许其他厂商也会朝着 Pixel 9 Pro 的这个设计呢去做改动。人像模式的话，虽然跟上一代很像，但整体的锐化感受呢再度的降低，这点很棒，看起来更为的自然哦。嘿，各位拍摄，我们现在工商服务一下，就是说呢，这次 Pixel 9 Pro 系列呢，我这次有特别进了一个手机壳，可以在我的虾皮上面去做购买。那这个手机壳呢，是我找了非常多家厂商之后呢，觉得这家厂商的品质呢算是最好，加上我之前也用过这类型的手机壳。那这个手机壳很棒哦，就是说它背面呢是透明的，所以可以让你看到手机的原色，然后上面呢是有碳纤维的纹路，然后背面呢还有 MagSafe。MagSafe 的话呢，现在有非常多的配件都可以去做使用，所以我觉得 MagSafe 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。那推荐这款原因是因为呢，它镜头边框上面呢是金属，所以说你更不怕手机会撞到镜头这类的。然后4个边角呢也都有空压防摔。外观配置上的话呢就是黑色，所以就是万用色啦，就是任何颜色呢算是都可以搭配的起来。那这款保护壳的连结呢就在下方。那这边有个小小的抽奖活动，你只要留言提到 Pixel 的话，然后聊一下这只手机，那接下来呢我会抽出3个使用者送出这个保护壳，有 Pixel 9的、Pixel 9 Pro 还有 Pixel 9 XL 的这3只手机呢都可以送，你们到时候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哪一个保护壳哦。那我们就继续看我的讲解吧。那我们现在聊一下影片的部分，也就是这次所谓的影片强化器到底有多强。那话不多说，我直接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结论，就是说这个影片强化器真的很厉害，你可以不用再付额外的费用得到 Google 这么好的服务，这一点我觉得是它 CP 值很高的地方哦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大重点哦，就是说这一次的 8K 体验到底怎么样？那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看到，8K 的画质呢会比 4K 还要更好的，非常的明显。甚至于说，我们来跟三星直接比它的 8K 直出的话，我觉得它的整体细节表现呢也比三星的更为的自然，而且整体的细节明显都更多，像地板的纹路什么的。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8K 的 Upscale 的版本，我觉得表现呢是非常优良的。当然，唯一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等它在云端做计算啦。那这一点呢，就是看你们个人的取舍，看你们想不想给它计算，因为这就需要一点时间哦。那这边要讲一个非常重点的东西哦，就是说你有没有开启影片强化器的时候，你录制的原始影片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。就像我这个推到20倍，我这是它的 Super Red Zoom。那如果你有开启影片强化器的话，那它直说影片呢会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影片，然后你等它影片强化器处理完之后呢，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。那如果你没有开启影片强化器的话，你直接录制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已经有演算的成果。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说，影片强化器的成果呢，确实会比机内原生运算结果还要再更好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直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望远画面的话，那我建议就是说不要开启影片强化器，因为这样子机内才会及时帮你做运算。你开的话呢，就会完全不做运算，完全交给影片强化器去做运算。所以你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得到那样子的结果。那我知道以上讲这边呢有一点小小的复杂，大家可以再重复听一遍，确保一下理解说到底要怎么去使用这只手机哦。那我这边再度解说一下说关于它的影片强化器的运作原理哦，就是说它拍摄完的时候呢，它手机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档案，是一个位元率非常非常高的档案。你可以想象成就是相机的最高规格等级的那个样子。这个档案呢，甚至说它的调色，我们是可以去调它的颜色的，它有点像 log 一样，就是它有很好的动态范围，然后甚至说它原始档案的画质也很好。但这个原始档案呢，不会有它的电子防守阵，只有它的光学防守阵的运作的痕迹，所以说你还要额外自己去做防守阵的动作。我相信 Google 呢之后可以直接开放，让我们录制类似这个 log 的规格，而不是我们拍完之后马上去提取才可以得到。因为如果我们可以直接录制的话，那就代表说我们可以用手机拍出接近相机专业相机的表现。然后这里再补充一件事情哦，就是说它的 8K 呢，在望远镜头也可以开启哦。然后等它处理之后，望远镜头的 8K 的画质表现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优异的。然后影片强化器还有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说它的整体画面稳定呢会更好，而且在切换镜头的时候，它的切换镜头的衔接呢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，跟你直接原生影片拍出来的切换镜头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你想要追求一个最完美的影片感受，你就是开启这个影片强化器，你得到影片呢真的会明显的画质比较好，稳定更好，切换镜头的表现也更为的优异。这一点呢都让我觉得影片强化器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东西哦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要等待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其他呢都是优点。
然后影片的夜间模式就是它的 Night Sight 的部分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其实跟影片强化其实一样的意思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夜晚的时候呢，得到一个非常干净的影片。如果有开启夜视功能的话，影片强化器完成之后的画质体验呢是大幅增加的，杂讯是大幅减少的。然后我们跟 iPhone 比较的话呢，它的夜视影片的品质也会比 iPhone 还要再更为的不错。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聊一下关于 AI 的部分，因为我还是体验了一些啦。那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呢是它的 Pixel Screenshot。那这个东西呢目前只支援英文，所以你要把手机设成英文，你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。那这个 Screenshot 有多厉害呢？就是说，像说我在这个 MotoGP 的页面截图的时候呢，它就直接发现说，它知道 MotoGP 的日期了，它就问我说要不要，直接加到我的日历。很方便呢，它可以瞬间截取你的资讯，然后整理跟你说或许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。然后我们到它 App 里面看呢，会发现说，我们截图的很多东西呢，像是网页的话，它不但会把网页给保留下来，还会把网页的资讯给统整下来。所以如果你以后截图很多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打开这个 App， 然后去搜寻说你截图过什么鞋子之类的，它就会马上跟你说，然后马上知道说我要去哪里做购买。所以这个 Pixel Screenshot 我觉得表现呢是比想象的还要再更好的。然后关于 AI 修图的部分呢，这次是越来越方便了。像是呢，我们可以在一个人的画面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背景给选出来，然后把背景改成到一个海滩。它改成的效果呢，我觉得是很不错，然后会给你很多个选择。那这个点呢，我觉得让很多如果不会 P 图的人来讲的话，你可以非常简单的 P 图。像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画面下把背景呢改成有阳光的感觉。那它魔术修图的成果表现呢，真的都非常的真实。甚至我还可以把我的摩托车改成白色的。虽然说你看得出来它是画出一台摩托车，但是效果你会觉得它其实表现真的也不差，真的也还不错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说它这个 Auto Frame 就是它的自动构图。那自动构图呢，其实我发现它有它的一个套路啦。自动构图点下去之后呢，它第一张照片通常会帮你变广，就是帮你生成外面的内容。然后接下来第二张跟第三张呢，都是帮你重新构图。然后第四张呢，可能会帮你直幅转横幅或横幅转直幅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对于一般来说呢，也是蛮方便的。你要发 IG 的话呢，或许按一下就会有图片可以发了。但我个人觉得有点小可惜的，就是说，如果它可以让我们自动决定说，我们要生成什么比例的内容的话，那我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选项。那希望呢之后也可以支援这个功能哦。然后在修图的部分呢，这次还有新增一个东西，就是 Pixel 8 Pro 讲过的 Zoom Enhance。那这 Zoom Enhance 呢，就是说，我们一张照片放大的时候呢，可以直接选这个 Zoom Enhance。按下去之后呢，它会把它再度强化。然后我试了几个效果，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，尤其在这个栅栏上面的雕刻，哇，它强化下去呢，超级无敌真实。所以如果你有特别想要放大某些细节的人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对你来说呢是蛮有帮助的。虽然它很大一部分可能是 AI 去加强生成的啦，就不太确定它生成的细节是不是100%正确，但我相信 Google 他们上面的模型目前看起来的整体表现呢，算是蛮优异的。那我们现在到了总结的时候，那 Pixel 9 Pro 的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它的进步幅度是蛮大的，影片强化器的表现也真的很好。然后夜拍部分呢进步比较大，日拍部分进步我个人觉得算是还好，主要还是在夜拍的部分啦，尤其是5倍镜头的夜拍，我觉得表现呢是相当优良的哦。那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期待跟其他手机的比较，放心，我有做，然后我已经拍了蛮多样片了。那我会在下一部影片呢来跟各位做详细的比较，跟每一只手机比较起来的风格差异，到底在哪里哦？赶紧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喽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 Enzo， 谢谢各位，拜拜。